穿婚纱后的杨紫，整个人都进步了，肖战忍不住想看。说起杨紫，今年大家对她的影响应该是极其深远的。最近谈杨紫的话，相信大家都能感觉到，杨紫对光笋格兰特的执着肯定是极其深刻的。作为护送者，今年与过去相比是独一无二的。这一年，她的声望和名气飙升。同样，她有演技的保证，被指定为光辉鸟的几个荣誉应该不是问题。只是，光英女神的名字就要落在她的头上了。无论如何，在主管看来，杨紫能否在辉煌笋的冠军争夺战中脱颖而出，毫无疑问是观众喜欢的艺人。考虑到所有因素，她从青年到成年的表现永远在我们的记忆中。一个真正的年轻明星，夏雪无论如何仍然在我们面前。长大后，杨紫还出演了多部电视剧，受到了大家的普遍欢迎，因为杨紫的演技是有目共睹的。杨紫今年的热播节目已经获得了一大批粉丝。无论如何，今天校对要讨论的不是杨紫的演技，而是杨紫穿婚纱后的可爱照片。说实话，我们整体都觉得杨紫应该是媒体里完全靠演技的女明星，而她在其他女明星中是独一无二的。她一贯的行事不谨慎，这样的人不计其数。像这样的性格，而且在杨紫的身上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印记可以束缚机会。荧幕上，杨紫也在不断尝试向前飞跃。在网络上，杨紫的婚纱照基本上都是可爱的。没想到我们纯真的小雪穿上婚纱竟然这么惊艳，纯白无懈可击的梦幻，缎带饰边，丰盈的绷带裙，无趣敏感如花瓣百合编织，一切都是那么美妙动人。上面这张杨紫身穿婚纱的照片，给人一种极其奇幻的感觉，让人不禁想象这个杨紫长得格外迷人，让无数网友为之惊叹。肖战最近异常火爆，我们应该看看。大家应该都知道，后来的《陈情令》，大名鼎鼎的肖战并没有过多的补习，也没有过多的剧透，而是转而加入新团队，拍摄新锐节目。如果不是太麻烦，教育我关于我的生活的其余部分。玩专家顾伟，还有我们的孩子杨紫也在和他玩。近日，有网友看到两人录制的照片，杨紫身穿白色婚纱。此刻，肖战的目光成为了网友们关注的焦点。被杨紫的婚纱照拉进来的肖战一直在直视杨紫。那么你喜欢杨紫的婚纱照吗？02烧掉8000万保住杨颖离开杨紫，让3个配角面临被取代。假设我已经意识到杨颖的眼神和模式可以让整个节目被抵制，难道商家真的要烧掉8000万来帮助秩序小婆婆称霸皇保护年轻人吗？以至于杨紫不得不失业。在拍摄孤芳自赏时，首领主动追查了杨紫，杨紫也对这部剧十分看重，她为这个节目演出了2个多月。然而，就在开始录制的前7天，制作人意外找到了负责人，说他需要换一个更有商业价值的人工作。大概在那个时候，杨颖凭借着名的剧场版跑男圈粉无数，然而单纯追求流量的商家却没想到，这种工作上的不同，让整部剧直接被网友改名作为模式部给自己报仇。在传输的主要日子里，去看基层艺人的人群一直在踮起脚尖。这个删除图像的按钮太丢人了，但是团队也很难确实。不过节目提前3个月沟通，后期创作时间很紧，节目开播的时候冠军杨颖就怀孕了，这不是胡说八道。2016年5月荒香开场红牌，2017年1月小抹被带入世间。因为录制过程中异常闷热的天气，小组可以限制户外空气进入杨颖的身体，影响是相当不可接受的，但首席内爆肯定不止于此。杨颖很可能是第一个能把首席打得正气腾腾的人，而首席在录戏的时候也经历了一些屈辱的事情。也就是说，假设杨颖代替了第1名，那么剧中的3个配角都将面临面子被取代。参加聚会之前，杨颖正在拍摄电影《摆渡人》。第1个档期正好赶上了《荒崖》的拍摄，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摆渡人》因为重拍的问题推迟了拍摄，带来了《荒崖》比原定的在事发后2个多月被送走。
第一次的安排被打乱了，3个配角都面临着策划的问题。随后主动换装的男主贝孙一周顶替。令人意外的是，第一女3女杜若溪之前录完大部分戏份，可以犹豫投降了。演艺人员因为时间短，需要在3组之间来回奔波。首领在一次会议上也承认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剧中白娉婷饰演的诸葛小姐，导演不要忘记，聪明是很便宜的。女主确定后，导演将兴趣转向与她共事4次的钟汉良。因为他在导演居觉良身上的考虑，也是为了让自己开心。武林之梦，钟汉良有效地熟悉了邀请。可钟汉良没想到的是，他的名声可能会引起一块被称为专家滑铁卢的作品。古方开播后，剪下的画面被嘲讽无数，法庭案件层出不穷，引来不少观众围观。这也是一件黑色和紫色的作品。你应该知道，古方的导演是居觉良。之前和之后的导演，6金庸武侠导演没有商业企业能力，再加上古方几万的投资，不应该是这种口号，说不定显示器的后期制作需要打。从古方发布的花絮来看，这群人几乎都用了留影。钟汉良亲自完成了整场战斗，丝毫没有替补的使用，甚至连制作1点装束都没有占用团队大量的时间。但是在古方正式开播的时候，可以想象现在没有目标市场，越吃越吃惊，集团却更加目瞪口呆。花费大量现金制作的实际场景变得模糊，所以我可能不会指出它，甚至给人员涂了1层皮肤。这颜色一扫而光，连杨颖和钟汉良都看不下去了。反观锦衣之下，虽然财力有限，但富也不能富。男主奇葩的服装，演员的演技，需花在该花的地方，所以目标市场接受。历史剪纸不方不自赏，有这样的导演，财力出众，影响肯定是对演员努力的遗憾。你观察到什么？03偶像的能量是什么？请看一看最近的球长方形，扇子跟着小飞侠的抓。在这个热搜中，我们可以窥见普惠海的现象。最近的球举行上，所有的肖战狂热分子都在发布订单，他们在与肖战相同的方向发布公益捐赠开关订单。他们遵守他们的偶像捐赠，这种捐赠今天仍在继续。我还时常协助无法写博客或没有实时帖子的彼得潘。遵守捐赠的数量各不相同，从几十手到100多手不等，但每个订单都有0和元。前面的整数是1，下背部的分数是5，这也是围观者最大的困惑。地方，这个种类繁多是什么意思？肖战狂热者都在预约吗？事实上，这个种类繁多并没有独特的意义，只是肖战生日的一些数字而已。用1、0、5的混合方式捐款，只是狂热分子的一次自发会议，是对他的一种钦佩和祝福。粉丝做偶像做的事，或许这就是偶像影响力的体现吧。所以，金猪哲池这个太阳能内部旗舰十足的偶像，一定会有一个天生的太阳能爱好者，喜欢随时随地展现旗舰团体，以及这种奇妙电力的展开，最终将由社会和公众决定。不知道它有多黑，黑云很难长时间遮住太阳，对吧？让我们看看长方形的人应该说什么。此次肖战捐款100万元援助四川。肖战的工作室发布了开关单，把电话留在了网上，这让人类体验到他后来发现要做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一些人说，不留电话就做大事是一个显着的特征。然而，显着特征有时会作为漏洞出现，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围攻。2020年好像低了点，肖战污蔑肖战的那一年，现在已经不捐了。在2020年初的武汉，当全新的冠状病毒开始出现时，临床资源一直在流失，特别是投入使用的呼吸机。专业人士都知道，呼吸机对于当时武汉的新冠患者来说是多么重要。本来肖战可能只是单纯的捐钱，结果却要麻烦了获得在这些医院短暂交付的临床资源。因为肖战在出道之前就在行政中心工作，所以他知道将急需的临床资源交给他们最心愿的地方的意义。
时间就是生活方式。他知道，对于当时的武汉来说，一线医生对临床资源的渴望比现金更大。他通过工作室和当时开业的厦门仲夏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匿名分批捐赠现金，共计619815.5元。有的人可能还会说，不是大约61万吧？对于明星来说，这些都是一笔不小的钱，但对于肖战来说，仅仅挂了不到1-2年的工作室，还被打官司，变成了619815.5元，可用流动性。但是这些交易是为了什么？网络上无数的骂人、造谣、诽谤，一个阳光明媚的机构可以越来越高。当那些网络打手、黑高手利用网络骂人、造谣、诽谤，靠黑子骂30-50毛钱的时候，肖战和他的小飞侠一直在做公益助人。当那些网络打手和黑高手在网络上肆无忌惮地发泄自己的不良情绪时，肖战和他的小飞侠却是在温暖他人，照亮自己。肖战的小飞侠们在2020年已经完成了近亿的公益运动，在助力大人类的同时，也为肖战创造了一个星光红海的传奇。他们做了他们的质量来指导一个神奇的电光偶像，不需要被恶意抹杀。肖战还用自己的个人经历去帮手办狂热者和考虑网络的人抛开恶意和负面情绪。幸好每个人都待在阳光下一天，玩追星的乐趣，查询外语。追星是完全私人的和不偏不倚的事情。粉丝在休闲企业中可不是少数认为理所当然的梦想家。肖战向前转移，狂热分子紧随其后。2021琴台花海持续在望，2022万0908公益海再次惊艳路人。对于这种阳光明媚的机构，我假设他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高。为什么现在不在？除了戏票难抢的真相，或是人类最大的悔恨，他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对于那些在互联网上仍然很活跃的人和专业的黑人来说，事实上，按照相关的指导方针和规定来应对他们是令人愉快的。有的人不生气就死了，有的人住在刺鼻的沟里，沐浴在太阳里，不是吗？只是把情藏在刺鼻的沟里，我不在乎。